两岸紧绷，基建绕台，敌意螺旋持续升高，大战似乎随时爆发。这个时候，国军年度重大演习汉光40号的实兵操演，在7月22号星期一正式展开，到26号星期五结束。前一个星期，各部队已经陆续开始战场经营，空中也不时出现直升机，直击飞临演习场地，熟悉路径。这个演习的目的，很直白的说，就是针对中共武力犯台。我们预判每年的春夏秋季，台海的天候比较适合大军行动。我们举行三军联合作战汉光演习，先实施兵棋推演，再做全军部队联合作战以及实弹射击操演，就是做好开战准备，告诉对岸，我吃饱饭在家等你，老共你有胆敢来就试试看，让他们去评估衡量要付出多少的牺牲和代价，看你武力犯台有没有成功的把握，能不能承担后果。不过我们不可否认的是，近10年来中共的军力急速膨胀，从以前几乎没有力量直接渡海来犯，到近几年他随时可以发动37渡海。前国防部长邱国正说，万一中共吃了秤砣铁了心，他完全有打的能耐。以前两边隔个台湾海峡，隔空比划，相敬如避免直接照面。如今共军基建亲门踏户，天天绕着靠着台湾本岛推挤，转个弯加个油门就可以冲进来。台湾老百姓虽然没什么感觉，但是军中同仁非常担心擦枪走火。加上新任的总统赖清德自诩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，多次政治宣示两岸互不隶属。同时，美国11月即将举行总统大选，将有一段很长的权力空窗和动荡期，政治情势达到史上最严峻的时刻，不排除这是中共一个动手的好时机。国军现在蒙受空前挑战和巨大压力，前国防部长邱国正都说晚上睡不好觉，现在的状况只有更糟糕。国军已经没有机会再演再混了，说不定明天就全线开打，全军应战。今年汉光40号演习，个人认为有几个特色值得一提，譬如只管去中心化，这一点国军已经有多年的经营和建设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国军作战有一个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AOCC， 也就是俗称的衡山指挥所，它的位置就在国防部的正后方，这已经是公开资讯。当然，它会是中共首要攻击的目标。于是，多年来我们分散设立很多的指挥管制中心，可以在上级的指挥链阻断之后，继续执行指挥管制作战的任务，在责任区域内遂行作战。譬如在桃园龙潭的陆军司令部里面有作战指挥中心，在北军团的龙岗、中军团新社、南军团旗山都建有地下碉堡式的指挥中心。空军除了在公馆蟾蜍山有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JAOC 之外，又在东部、北部和南部设立了区域作战管制中心 OCC， 随时可以相互取代，继续指挥作战。新闻报道，不久前在国道5号的平林行控中心，也就是雪山隧道里面开设了另一处三军作战指挥管制设施，可以说是狡兔多窟，目的就在分散指挥设施，持续有效的联合作战。此外，各级部队在营级或者是连级以上的单位，也必须要具备当上级指挥链被阻断之后，也在责任地境内自行作战，尤其是飞弹部队。早在民国40年、50年代，美国协助我们建立英式防空飞弹胜利女神防空飞弹部队的时候，每一个阵地就是一个连级的单位，都集中受到联合作战管制中心统合力量赋予目标，依令接战发射飞弹，拦截来犯敌机。可是你可以想象，当上级的指管失效失能的时候，各个阵地飞弹连的编制不可能就脱离战斗，
必须继续以阵地内本来就有的搜索雷达掌握责任区空域的动态，针对我机、不明机还有敌机予以分类，并经过敌我识别的辨证程序，锁定敌机，不待命令自行接战发射飞弹。同样的，海军暗制的雄风反舰飞弹，也就是海风大队也是如此。加上防空飞弹的爱国者还有天宫部队，现在大部分平时是在既定的阵地内执勤，但暂时都会先移动到预定的隐秘位置部署，为的就是提高存活率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继续接战。第二个特点是宣示今年不做大型的火力展示，有人批评这是大型的烟火秀，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政治的宣传，还有凝固内部的民心士气，将各式火器飞弹拉到同一个场地，逐一发射，最后集火射击，真的距离实际的战场状况太过遥远。而如今民进党已经进入第3个总统任期，除了启用纯文人部长顾立雄之外，当然可以在汉光演习上改弦更张，做一些改变。不过呢，这次汉光演习取消了小规模部队实际扮演攻击军，也就是红军的角色，这是希望部队都能够实际参与汉光演习，扮演防卫军的角色。不过呢，也有很多人批评，当防卫军面对的是一个虚幻的假设的目标，这对实兵操演似乎是欠缺了实战的气氛。也有人说，这可能是国军的兵源有所不足，我需要所有的人员来担任防卫军的角色。另外还有一个很具争议的话题，就是利用公庙作为预储弹药的场所，这点饱受各界批评，因为这直接违反了国际武装冲突法或者是战争法的规范，在民生、教育、医疗和宗教设施是不可以攻击的，除非它有军事用途。那换句话说，当你把民生、教育、医疗和宗教设施移作军事用途的时候，那敌人就可以施加攻击。我们知道，像是公庙，它可以作为安置难民的一个良好场所。你将军事用途加诸在公庙的地方，那如果遭受共军的攻击，这样是否妥当？非常值得商榷。目前我们知道，这次汉光40号演习几个重要的科目，包括在台中的甲南海滩攻击我们陆上部队的防空反制作为，另外在各个空军基地要针对敌人的无人机、直升机和战机来袭的时候实施防卫和反制。还有在桃园的观音海滩，因为那里是适合登陆的所谓红色海滩，我们要模拟敌人的登陆部队已经接近，我们以陆军航空队的攻击直升机进行扫荡。在首都中枢的卫戍方面，松山机场是一个重要的目标，将有反空降、反突击的操演。当然必须要做的就是淡水河防，这是每年的重点。除了关渡指挥部的兵力之外，我们还有空中的攻击直升机在淡水河口一带担任防卫的任务。在淡水河河面上也将会有重火油桶横亘河面上，模拟共军快艇或气垫船突入淡水河的时候的主角方式。另外大家也知道，关渡平原面积辽阔，地势平坦，相当适合直升机空降，所以这个部分也列入了今年汉光演习的重要科目。无论如何，汉光演习是三军部队所有单位都要动起来，高山的雷达站台、海边的岸防单位，每一个部队都有演习科目，只是我们国人没有参与，并不清楚。不过可以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、国防部主动对外公开的讯息来了解我们国军这次在汉光40号演习的表现如何，大家拭目以待。